先一句话交代来龙去脉。这是 OpenAI 在2026-05-15的工程博客，主题是他们为 Codex 在 Windows 上做的一个无管理员沙箱实现。这次变化的重点是，不用提升管理员权限，也能做细粒度的写入限定，但网络隔离只能做成弱封闭。如果你在 Windows 上用 Codex 或类似编码 Agent， 这次变化直接影响到默认的文件读写和联网行为。先把背景说清楚。Codex 默认带着真实用户权限运行，这表示它能读很多文件，但写操作被限制在工作区。同时，默认不联网，只有在显示同意下才允许网络。要实现这些约束，必须有操作系统层面的沙箱。Windows 没有像 macOS 的 Seatbelt 或 Linux 的 seccomp 那样的线程工具。OpenAI 考察过几种 Windows 原生手段 ，App Container 提供强隔离，但对开放式开发工具链不够灵活。Windows Sandbox 是轻量 VM， 但每次都是一次性绘画，不适合持续交互。NIC Mandatory Integrity Control 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。下面讲真正值得学的那层机制。写入限制的核心是两个东西。合成 SID 和写限制 token。OpenAI 新建了一个叫 Sandbox Write 的合成 SID， 把它写进工作目录和 config.toml 里 Writable Routes 指定路径的 ACL。启动进程时附带一个写限制 token， 写操作必须同时通过用户身份和 Sandbox Write 的 ACL 检查。换句话说，只有 ACL 明确允许 Sandbox Write 的目录才可写，这是一个内行人最先要看的信号。检查三样东西 config.toml 的 Writable Routes， 目录 ACL 是否含 Sandbox Write， 以及像 .git com/codex agents 这类被标为只读的子路径。一个快速验证，在工作区写文件应成功，在加目录随便写应被拒绝。再试一次 git clone 或包管理器安装，观察是否触发联网审批或失败。网络隔离的做法就没那么一刀切了。团队不能要求提升到管理员去改防火墙规则，因此他们采用工程手段独化联网路径，包括在 path 前插入 deny-bin 类伪装可执行，重排序 path-ext， 让代理指向空洞地址等。这些方法能在交互式场景里把常见联网工具变成会失败的路径，从而逼用户显示批准联网。但这不是内核级的不可绕过的封锁，这揭示了一个重要边界和误区。写入控制靠 Windows ACL 加 SID 的组合很坚实，网络控制是工程中存在天然上限，所以无管理员不等同于 VM 的强隔离。证据上，原文详细解释了为什么 App Container、Windows Sandbox、MIC 都不合适，并说明了他们的 Unelevated Prototype 的实现要点 Synthetic SID、写限制 Token、Writable Routes 以及 Path 代理层面的网络读化。原文没有给出数值化的攻防测试或对比实验。这对你的影响是什么？具体可操作的检查清单如下：第一步，把你的项目目录加入 config.toml 的 Writable Routes。第二步，在沙箱下运行一次写文件命令，确认写入成功。第三步，运行一次 git fetch 或包管理器安装，确认在沙箱内会失败或触发联网审批。第四步，查看目标目录的 ACL，确认出现 Sandbox Write 这类 SID。 如果你的合规或风险模型要求不可绕过的网络封锁，别把这套方案当作最终答案。你需要 VM、Hyper-V 或管理员配置的防火墙策略来做到更强隔离。这是部署决策的明确边界。再回到更深一层的工程逻辑，这类平台真正省掉的不是模型调用本身，而是可观测性、失败恢复和长流程编排这些工程胶水。
真正做多步流程的人会先看 trace 回放和失败恢复链路，这些地方最先暴露平台到底省了多少工程工作。实操建议留给你，如果今天就要试，先挑一个最容易反复失败的多步流程，把 trace 回放和失败恢复链路先接起来，再把流程交给 Codex。这能让你看到 Sandbox 在实际失败场景里的可观测性和恢复成本。小结一下，无管理员的写入隔离在 Windows 上是一项可用且精细的提升，网络隔离则是弱封闭式，需要评估是否能接受这种折中。你的第一步是按上面的清单验证写入与联网行为的差异。最后问你一个决策问题，在你们团队里哪边更重要？不打断开发者流的可用性，还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强制网络隔离？如果想继续，下一步就是把一个典型多步流程接入 trace 和回放，看失败恢复会暴露出哪些工程胶水不会被替代。